美国的地产圈有一对兄弟，专做好事，在开发商最缺钱的时候，融资最困难的时候，他们经常愿意放贷来救场。但是更多的人会把他们称为秃鹫资本，因为一旦项目撑不住，他们就可以靠着手里的债权，直接把这栋楼给拿走。靠着这类商业模式，这个家族的身价已经高达200-300亿英镑。过去几年，有近千个中国1比5的投资人，数十亿美元被这个家族给吞下。那今天我们就用这个3个1比5项目的案例，来带各位看清楚鲁本兄弟的秃鹫资本是如何一步步吃下整个项目的。我们先来明白一个资本结构的常识。一个地产项目要盖起来，钱很少来自于单一渠道，通常是几种资金叠加一起使用。最上面的一层就是银行的优先贷款，利率最低，但是项目一旦出现问题，它永远优先被保护，最先拿回本金。中间那一层是夹层贷款，利率比较高，作为补偿，它承担的风险当然更大。刚才提到的1比5投资人，它是指全球为了申请美国绿卡的投资人，通过美国的1比5投资移民计划，把钱投给美国各大区域中心，然后再由这些区域中心募集起来的钱投进这些项目，而这些1比5投资人的钱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，在这个资本结构里是最下面一层。原因很简单，开发商需要它，恰恰是因为它便宜，年化通常是3%到7%不等，远低于市场的夹层贷款利率。夹层贷款利率一般是10%以上，但是便宜的代价是清偿顺位最低。有3个这样大型的1比5投资移民项目，它被卷入秃鹫资本当中。第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世纪广场。2016年，好莱坞传奇酒店 Fairmont Century Plaza 准备启动重建，总投资计划是25亿美元，其中资本结构分成3层。第一层摩根大通的4.46亿的优先贷款，第二层是 Colony Capital 的1.2亿美元的优先夹层贷款，最底层的是900个家庭凑出来的4.5亿美元的1比5资金，其中700多个家庭都来自于中国。2020年，Colony Capital 决定退出，把自己那笔优先夹层贷款的债权卖给了鲁本兄弟，这也是本视频的主角。这次债权的换手，1比5投资人完全不知情。2021年7月份，开发商正式违约。此后几年，鲁本兄弟一点点的把摩根大通的优先贷款，还有 Colony Capital 的优先夹层，都收入囊中，变成了唯一的高级债权人。直到2023年4月份，拍卖会举行时，房间里只来了一个买家，他就是鲁本兄弟。他用10亿美元的信用竞价，相当于是建造成本的4折，直接拿下整栋物业。900多个1比5家庭随即起诉，理由就是他们根本不知道那份夹层贷款协议的关键条款。在法庭上出现反转，对方拿出一封邮件，证明投资人自己的律师团队
其实早就被抄送在那一份附带协议的邮件里面。2024年，上诉法官维持原判。这个项目至今被业内称为 EB5 行业最大失败项目。900多个 EB5 家庭，4.5亿美元，普遍被认为是追讨无望了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家新好莱坞网红打卡酒店，同样是一个多层资本结构。第一层是德意志银行的1.48亿美元的优先贷款，第二层是韩资的 Mir Asset，还有 NH Investment 提供的5700万美元的夹层贷款，还有美国某 EB5区域中心，还有中国的移民中介招募的 EB5资金。2016年的募资资料显示，这个项目计划向大约150个这个投资人募资规模大约7500万美元。2021年7月份，鲁本兄弟旗下的 Markham Estates 以夹层贷款方的身份，对这个项目启动了 UCC 止赎程序，计划公开拍卖酒店的控制权。开发商当时靠新一轮的再融资躲过了这一劫，但是再融资解决的是这一刻的债务问题，它并不会让酒店多赚一分钱。真正决定能撑多久的，还是酒店自己的经营现金流、入住率、房价、运营利润能不能持续覆盖每年的利息和本金。如果不能覆盖，那么再融资只是把危机朝后推了一下。5年后，答案揭晓了。2026年4月份，开发商还是没有撑住，选择以物抵债，把酒店所有权直接过户给鲁本兄弟，抵掉了2.11亿美元的欠款。6月份底，鲁本兄弟正式成为新的业主，而排在资金结构最末端的那一笔1:5资金，基本上没有说话的份。投资人具体能分多少钱，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的这种官方文件的确认。但是酒店确定已经易主了，而这一点主流的地产媒体已经写实。与此同时，鲁本兄弟又出现在另外一个1:5项目当中，这一次的地点换到了纽约亿万富豪街上，项目是中央公园大厦131层，全球最高的住宅楼之一。2017年，开发商 Excel 通过1:5项目募资1.68亿美元，资金主要来自于中国投资人。大厦在2019年前后封顶，2020年到2021年陆续交房。可是楼盖起来了，不代表卖得动。到了2023年，项目原有的一笔3.8亿美元，利率高达14%的夹层贷款面临到期 ，Estel 需要钱来周转。这个时候，鲁本兄弟出现了。2023年3月份，鲁本兄弟联手摩根大通向开发商 Estel 提供了一笔5亿美元的贷款，担保物就是87套还没有卖出去的公寓，差不多是全楼库存的一半。目前大厦还没有违约，鲁本兄弟也没有启动任何的直属程序，但项目本身的销售压力
一直存在。到2025年，开发商又去特拉维夫交易所发行债券，用另外的18套公寓做抵押，又筹到了2.7亿美元。2026年第一季度，项目公司财报里出现了一个数字，如果把1:5投资人的相关会计调整算进去，账面上出现了大约4.4亿美元的经济赤字。不过，这跟前面2个项目不一样，这个项目还没有违约，1:5投资人目前也没有确认遭到任何损失。但是，这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债主，他刚刚坐上牌桌。这3个项目都指向同样一件事，就是在房地产里面，真正决定资金命运的，不是开发商的名声和项目光环，而是资本结构怎么排，债权的顺位握在谁的手里。如果你身边有朋友正在考虑1:5，或者是已经投了一个项目，请把这条视频转发给他们，帮助身边有需要的朋友们。资本狂潮下的1:5悲剧，持续了解美国地产投资和1:5尽调。1:5不是慈善，是金融，而金融靠的是监管与底线。非常感谢您观看我这一期的视频，感谢支持，欢迎订阅。